凶案现场，一滴带病毒的血液意外滴入了警长的眼睛里，从此警长的性格和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以前也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但还是会严格要求手下秉公执法。可自从被那滴血液感染之后，他不但变得性格暴躁、滥用私刑，而且他不久前摔断的一条瘸腿，突然不需要拐杖也能走路了不说，更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他还发现自己突然变得力大无穷，轻松就能捏爆审讯室里的铁凳子。这天晚上，他下班回家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一个脸上带血的男人，似乎干了什么坏事一样，鬼鬼祟祟地开着一辆货车迅速离去。警长看到这一幕，意识到不对劲，赶紧开车悄悄跟过来一看，却发现男人将车停到一处胡同里，打开街边的井盖跑到了下水道。于是他立刻掏出身上的配枪，小心翼翼地走进下水道里一看，果然看到男人刚分解完一具尸体，扔进浴缸里，正打算用强酸毁尸灭迹。警长看到这一幕，脑子嗡一下就进入了暴怒状态。就算男人极力解释自己只是个清道夫，并不是杀害这具尸体的真正凶手，可警长依然面露凶相，缓缓走过来。男人看到这一幕彻底吓坏，连忙请求警长把自己抓起来带回警局。可此时的警长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他宁愿将犯罪分子就地正法，也不想把他抓起来关几年牢房之后，又重新放出来让他祸害无辜百姓。Please. I told you. He's the one. Just arrest me. Arrest me. We're past that. Please. 第二天，戈登二人赶到现场一看，却发现了2具被人分解的尸体，其中一具尸体是一个叫保罗的人，平时给黑帮处理尸体的清道夫，而另一具被强酸融化过的尸体，竟然被人莫名其妙地剥掉脸皮，根本认不出来尸体的身份信息。而警长得知无名氏的脸皮被人剥掉之后，竟然不顾戈登二人的极力反对，当场决定这件案子由他亲自负责。随后他转头就来到一间酒吧，找到清道夫昨晚供出来的蛤蟆，要求蛤蟆跟他回警局接受调查。结果 Blow pig. 可让在场的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平时温文尔雅、秉公执法的警长，今天就像突然变了个人一样，用他沙包大的拳头迅速解决掉一众打手，然后转身逮住偷袭他的蛤蟆，疯狂输出，一直打到对方向他服软之后，终于问出了那具无名尸体的来历。原来有个专门给黑帮换脸的整容医生，一直通过蛤蟆在处理受害者的尸体。随后警长直接把对方装进后备箱，在对方的指引下，来到整容医生的地下诊所里一看，恰巧碰见整容医生正准备扒掉一名无辜女子的脸皮。更让警长感到震惊的是，旁边的药水里竟然还泡着5、6张人脸。警长看到这一幕，再次进入暴怒状态，直接把黑心的整容医生2、3拳干趴，然后拔出配枪就地正法的最后一刻。却没想到整容医生说出的一句话，竟然无意间让警长恢复了一丝理智。不过警长把对方抓起来带回警局，准备按照正常程序起诉定罪的时候，却没想到整容医生利用自己的关系，莫名其妙地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不说，还大摇大摆地前来参加市长举办的派对。警长看到这一幕彻底暴怒，于是他等到整容医生上厕所的时候悄悄跟过来，决定用自己的方式为民除害。You're insane. Oh no, Doc. I'm saner than I've ever been. You have to follow the law. I am the law. I am judge, jury, and executioner. 路过的戈登探员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他看到医生还有一息尚存，赶紧向对方询问凶手的名字。结果医生的回答彻底让他震惊，他不敢相信一向受人尊敬的警长竟然会做出如此离经叛道的事情。可第二天警方在卫生间里采集到的指纹，不得不让他怀疑警长是否与此事有关。于是他趁警长不在警局的时候，偷偷跑进警长的办公室寻找蛛丝马迹时，却发现警长一直在调查带病毒的血液。戈登这才猛然意识到，警长很可能被带病毒的血液感染。而就在此时，警长恰巧回到办公室，刚好看到了戈登在翻看资料的一幕。于是戈登赶紧谎称自己在找资料为由，匆忙拿着资料想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警长却突然拦住他的去路，说自己通过线人知道了杀害医生的凶手，想带着戈登一起去逮捕凶手回警局。戈登意识到警长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他趁警长还没有上车的时候，悄悄打电话通知自己的搭档。With Barnes heading to 133rd and 6th. Get there. 不过让戈登没想到的是，警长把车开到说好的目的地之后，却并没有把车停下来，而是以刚才记错门牌号为由，直接把车开到另一个地址，带着戈登走进一栋废弃的大楼里，二话不说就踹开人家的大门，冲进来逼问出对方昨晚的具体行踪之后，明知道对方不是凶手的情况下 I'm innocent, man. You know what? I think he's telling the truth. He didn't kill anyone. But you're not innocent. 当着戈登的面一枪解决掉对方，然后迅速把枪口对准了戈登。直到此时，戈登终于明白过来，
警长把他带到这里根本不是为了抓捕凶手，而是为了让他加入自己的行列，成为一名真正惩恶扬善的判官。可是戈登明知道警长已经被感染，怎么可能眼看着警长越陷越深？正打算把警长劝回去接受治疗的时候，突然有个不长眼的小混混闯进来，刚好给戈登创造了一个逃跑的绝佳机会。于是戈登毫不犹豫地撞破窗户逃到外面，勉强躲过警长射来的子弹，迅速逃跑。与此同时，他的搭档哈维刚从外面回到警局，却从同事嘴中得知警长已经把戈登当成凶手发布了通缉令。哈维正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紧接着戈登就来电告诉他，警长不仅是干掉黑心医生的凶手，刚刚还当着他的面干掉了一个人。哈维听到这里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来到鉴证科找到戈登的前女友小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对方之后，小莱决定和他一起对付发疯的警长。另一边，戈登为了甩掉紧追不舍的警长，横冲直撞地跑进一栋大楼里。等到警长把手伸进来开锁的瞬间，他用灭火器狠狠地打在警长手上，然后跑到楼上找出口逃跑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竟然跑到了一个死胡同。不过他被警长堵在大楼里，正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楼下却刚好传来了哈维对警长喊话的声音。直到此时，警长才猛然意识到，哈维竟然串通小莱伪造血检报告，反过来让他成为了通缉对象。然而就在警长怒不可遏的时候，戈登趁机冲过来打掉警长手中的喷子，再抢先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配枪，毫不犹豫地开枪打中警长的肩膀，终于将发疯的警长送进了阿卡姆疯人院。在歌坛要问谁是企鹅人的克星，那么谜语人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作为歌坛反派最具代表的绝代双骄，一个是把阴险狡诈发挥到极致的黑帮老大，另一位则是拥有超高智商的犯罪天才。二人联手原本可以让整个歌坛都为之颤抖，但偏偏因为一个女人，两人最后反目成仇。虽然被感情左右的企鹅人倒在了谜语人的枪口下，但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才明白，要想在这座城市生存，坐稳歌坛之王的位置，那么他必须克服自身唯一的弱点，那就是感情。于是企鹅人从反歌坛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谜语人冰冻，然后放在身边，时刻提醒自己保持理智。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被他冰冻住的谜语人这天竟然被人偷走了，这让企鹅人既气愤又恐惧，因为他知道谜语人一旦逃出去，凭他的智商到时候一定会给自己带来毁灭性的麻烦。于是他立马命令手下 Whoever it is, I want them dead, and I want Ed back here tonight. 镜头一转，谜语人在一个满是自己画像的房间醒来，就他的女人自称和谜语人是小学同学，因为特别崇拜谜语人的才华，所以一直视他为自己的偶像。谜语人本想离开这里，却发现自己就像被绑住了一样。女人告诉他，由于长时间的冰冻，他的肌肉已经发生了萎缩，所以才导致现在他的身体不能动弹。得知企鹅人把自己当作笼子里的动物一样供人观赏时，谜语人愤怒极了，他是要将企鹅人碎尸万段。在女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谜语人恢复得很快，两人闲暇之际玩起了谜语。毕竟猜谜语是谜语人的招牌动作，可女人却发现谜语人没有一个答对的，甚至还有的根本就答不上来，这让女人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的脑子已经被冻坏了。原本还想做谜语人小弟的他开始嫌弃起了谜语人，说他现在就是一个废人。听到这本就伤心的谜语人彻底暴怒，此时的他竟然能动了，直接拿起床上厚厚的字典就砸了上去。随后复仇心切的谜语人带着满腔的怒火离开了。不久，企鹅人就找到了偷他东西的这个女人，从女人口中得知谜语人的脑子被冻坏了后，企鹅人开心极了，他将女人交给手下维克多处理，自己则高兴地离开了。敢偷企鹅人的东西，下场当然只有一个。之后的日子里，谜语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一点消息。就在企鹅人郁闷的时候，谜语人雇了2个说唱歌手给他送来了一段谜语。My once friend Oswald, now my foe. It's me, Ed, just so you know. It's time we meet, I think you'll agree. You'll find me where the earth meets the sky, where water flows and birds fly by. At dusk we'll meet, I'll see you there. We'll settle things unless you're scared. 企鹅人听完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谜语人想让企鹅人去找他，可狡猾的企鹅人才不会上当，于是故意当着2人的面羞辱了谜语人一番，然后放走了他们。画面一转，谜语人得知自己受到嘲笑后气得够呛，既然你不来，那我就去找你。可他不知道这正是企鹅人给他下的套，就等着他上钩了。2人刚一见面，企鹅人就对着谜语人一顿嘲讽，说他出的是什么破谜语，简直烂透了，还嘲笑他一定是脑子坏掉了才会出这么离谱的谜语。企鹅人靠着他的3寸不烂之舌，直接把谜语人说的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就在谜语人分心的时候，机动人剑姬从背后打掉了谜语人的枪。企鹅人决定将谜语人再次冰封，而又一次败下阵来的谜语人此时竟然真的开始怀疑起了自己脑袋出了问题，于是他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企鹅人则看出了谜语人的心思，或许是出于可怜，又或许是出于同情，企鹅人最后放弃了冰冻谜语人的想法，可能在他的心里还是更怀念那个拥有天才犯罪智商的谜语人。除去谜语人这个大麻烦后，企鹅人再没有了对手，加上他对歌坛次序治理有方，民众纷纷拥护起了他，这让企鹅人开始飘了起来，不仅不把歌坛政府放在眼里，还时不时的来到警局冷嘲热讽，
为了打压企鹅人的嚣张气焰，戈登找到曾经的歌坛黑帮头目法老，想邀请他出山，因为现在或许只有他才能稳住歌坛的局势。可法老却拒绝了戈登的请求，毕竟以他的年纪已经到了享清福的时候，戈登也只好尊重法老的选择。就在戈登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法老的女儿索菲亚突然找到了他，并告诉戈登他将会代表家族重返歌坛。几天后，得知消息的企鹅人立马邀请索菲亚来家做客。一番寒暄后，企鹅人直接进入主题。他告诉索菲亚，如果让我发现你这次回来是想重建你父亲的黑帮帝国，那么你一定会死得很惨。企鹅人本以为自己的恐吓会让索菲亚感到害怕，但他还是太小看这个女人了。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民风淳朴的城市，活泼可爱的孩子会礼貌地跟大人打招呼，绅士风度的男人会主动接过女人手上的包包，正直不阿的警察叔叔会第一时间替老人保管他们的存款，热情好客的大姐会在街上积极拉生意。企鹅人看到这样的场景，脸上露出了无奈且轻描的表情。他知道这座城市已经无可救药了，于是，在企鹅人上任歌坛之王的位置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和改革。他提倡黑帮与城市共同发展，还提出了犯罪执照这一制度，因为他知道，当你改变不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只有去适应它自己才能走得更远。在他的管理下，歌坛市的经济有了明显的提升，城市的犯罪率也创下了新低。短短1年的时间，企鹅人就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黑暗帝国。可他的迅速崛起也引来了歌坛其他黑帮的不满。为了打破企鹅人一家独大的局面，他们找到索菲亚，打算帮他重整家族的势力，以此来对抗企鹅人。这天，企鹅人正在听取关于犯罪执照的情况，他发现还有15%的人没有申请执照，意味着这些人并不受他的控制。企鹅人对此非常不满意，于是他准备派手下解决掉这些人。就在这时，门外突然有人闯了进来。But then, if scorching a few idiots was all it took, anyone could rule Gotham. 企鹅人明显对索菲亚的出现很意外，因为他并没有邀请对方，可索菲亚却说我是来找你一起吃饭的。企鹅人虽然脸上挂着笑容，但心里对他却充满了敌意，于是一口拒绝了他。这时索菲亚又说，如果我们公开进餐，歌坛市便会知道你有法尔科内家族的支持，到时候那些不愿意归顺你的罪犯应该都会乖乖听从你的调遣。听到这里，企鹅人同意了索菲亚的邀请，他也想看看这个女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随后两人来到一家西餐厅，等菜上来之后，企鹅人先让手下尝了尝，生怕索菲亚想毒害他。好在手下连吃2-3道菜都没反应，企鹅人这才放心大胆地吃了起来。可当他吃到这道炖牛肉时，停下了筷子，然后表情立马变得凝重起来。接着气冲冲的就离开了餐厅。突然的变故让索菲亚有些摸不着头脑，她叫来了一旁的大妈，问她你是不是没按我给你的菜单做？大妈说我对着菜单做的呀。那到底是什么菜才会让企鹅人有这么大的反应呢？原来那道炖牛肉是索菲亚提前布置好的，是用企鹅人他母亲的配方做的，为的就是讨好企鹅人与他拉近关系。可没想到企鹅人吃完是这种反应。为了弄明白缘由，索菲亚找到了企鹅人。此时的企鹅人正在气头上，他当然吃出了那道菜有问题。You're buttering me up. But for what? Is it so hard to believe that someone would want to do something nice for you? There was only one person in my whole life who ever did things for me without wanting something in return. And that was my mother. 索菲亚的计谋虽然被企鹅人识破，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见企鹅人的老寒腿在阴雨天气下起了反应，她就蹲了下来，主动地帮企鹅人揉了起来。这一揉不要紧，企鹅人的心都被她揉化了，因为这是除她母亲之外第2个女人这么对她的，心里莫名其妙地接受了索菲亚的好。自此两人之间的关系直线上升，企鹅人不仅将索菲亚当成了自己人，还喜欢上了她，而这也正是索菲亚想要的结果。这天2人有一场约会，可索菲亚却突然放了他的鸽子。企鹅人得知后有些生气，占有欲极强的他立马派手下前去跟踪索菲亚。维克多发现索菲亚最近正在跟歌坛市长混在一起，于是拍下证据立马报告给了企鹅人。随后他们查到索菲亚在市中心买了一块地皮用来建筑豪宅，这可把企鹅人气得够呛，认为自己这是被甩了。愤怒的他是要找索菲亚算账。哈维惨遭猪头人割喉，幸好戈登及时赶到，由于伤口不算太深，戈登连忙扯下领带帮哈维止血，却也因此错过了逮捕猪头人的最佳时机。一夜过后，哈维从病床上悠悠醒来，他知道自己能够捡回一条命，全拜戈登所赐。So pay it back now. 戈登让哈维说实话，他被企鹅人收买多久了？显然，经过哈维被猪头人绑架一事，戈登已经猜到自己的老搭档同样收了黑钱，才沦为了黑帮的走狗。自己最深的秘密被最好的朋友看破，哈维瞬间哭了。他表示自己也是有苦衷的，碍于局长的命令，在企鹅人颁发犯罪执照时，他不得不加入进来，并且由于他当时还欠了一大笔钱，因此当麦茨格带着一大笔现金来找他时，他同样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为此，哈维选择了向现实和黑暗低头。尽管戈登早有准备，但听到哈维亲口承认，他的内心依旧传来一阵刺痛。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让哈维停止收钱的举动。随后，他走进一间小屋，神色落寞的戈登显然是老战友的堕落让他倍感失落。如今歌坛在企鹅人的掌控下已经深陷黑暗，所有警察都已经沦为黑帮走狗，只有他一个人继续坚持自我。众人皆醉唯独醒的感觉让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和孤独感几乎瞬间淹没了他。第2天，已经回到了警局的哈维和戈登
意外发现警局新到了一批快递。让人警惕的是，快递盒里竟然有鲜血渗出，局里的警察瞬间不淡定了，纷纷掏出手枪。然而等他们将盒子打开，竟发现里面是一个血淋淋的猪头。盒子总共44个，除了戈登之外的每一个警察都收到了这份特别大礼，显然这是猪头人的手笔，意在警告歌坛所有的警察，这就是收黑钱的下场。这番赤裸裸的挑衅无疑是打了警局所有人的脸。在快递小哥离开前，还不合时宜地说了一句 What's COD?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就在这时，企鹅人带着猎头人也找了过来，表示希望能够和警局合作，一起将猪头人抓捕归案，但遭到了戈登的一口回绝。毕竟伸张正义、打击犯罪可是警察的活，根本轮不到黑帮来干，也不需要什么所谓的猎头人杀手。但企鹅人表示，猪头人威胁到的可不是他一个人的利益和安全，眼下几乎所有警察都成了他的人，他又怎么坐得住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贼一直屠杀他的手下呢？他笑眯眯地告诉戈登，这件事他说了可不算，毕竟警局这么多人都等着他保护，而且哈维也同意了合作。Excited to work with you, Jim. 等企鹅人走后，戈登怒气冲冲地质问哈维为什么要答应和黑帮合作，这无疑是赋予他们正当的权威，让警察颜面扫地。但眼下确实是哈维唯一能想出的办法。由于每一个警察都收到了死亡威胁，怕死的他们几乎有一大半都已经逃出城了。没有了警察，什么警察的颜面都是空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将猪头人找出来，绳之以法。为此，企鹅人的帮助是必须的。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一名女警探过来告诉两人，刚刚又有3名警察失踪了，而地点在一个很棘手的地方——奈何岛。戈登匆匆赶到奈何岛，企鹅人的小弟也接到消息，出现在了现场。经过检查，发现车的内部满是血迹。由于附近有不少居民，戈登想向他们打听一些情报。然而这里生活的都是一些城市最底层的平民，他们对警察可没有丝毫好感。就在他们商议搜查计划的时候，贫民窟高空抛物的举动彻底惹恼了黑帮和一众警察，他们纷纷冲上楼开始暴力执法，整个楼道传来一片哀嚎。戈登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他们，眼看事态就要失控，哈维急忙过来充当和事佬。随后戈登轻轻敲响一户人家的门，并顺利走了进去。女人表示自己什么都没看见，戈登却一眼看出女人没有说实话。想来也是，欺善怕硬的警察从前可没少欺负他们，现在又怎么会这么大方的帮忙呢？要不是戈登楼梯间的善举，想必这户人家也不会将他放进来。戈登透过现场分析得知，失踪的3名警察来自不同分局，却在同一时间相聚在这里，显然里面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戈登向他们保证自己绝不会和那些警察同流合污，希望女人能够稍微透露一点线索。女人似乎被戈登的真诚打动了，内心陷入了明显的挣扎。然而就在这时，猎头人带队闯了进来，他二话不说，直接将女人病重的亲人拖到大街上，威逼女人如果不说出实话，就一枪崩了她。这时戈登也追了出来，他丝毫不怂，直接将枪口对准了猎头者，双方剑拔弩张，眼看就要开战。最终还是女人忍不住煎熬冲了出来，她告诉众人，猪头人开着一辆名车，带着那些警察开向第7大道的西边去了。哈维这个活地图瞬间猜到了猪头人很可能去了胡佛岛，这个地方不大。众人很快就在一栋废弃大楼里找到了2名被捆起来的警察，其中1名已经不幸牺牲了，幸存下来的另一人同样被一根钢筋刺穿，身受重伤，而最后1名警察和猪头人都不见了踪影。不久，企鹅人从新闻里得知了这场行动的成果，他当即兴奋地呼喊索菲亚过来看。显然他认为那个警察之所以能得救，全都是他的功劳，而和警局合作也无疑是他的英明之举。然而在索菲亚看来，歌坛的警察软弱无能，根本不堪大用，依靠他们最终只能搞砸一切，然后引火上身。这番话虽然让企鹅人很不爽，但也间接点醒了他。而另一边，在护送伤员前往医院的路上，戈登接到哈维的电话，警方已将整个胡佛岛全翻了一遍，但还是没能找到最后1名警察的下落。于是戈登只好向伤员打听猪头人的情报，但猪头人戴着面具根本看不清脸。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猪头人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因为在一旁折磨他们的同时还哼着儿歌，这名警察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根本无法问出更多有价值的情报来。戈登向他保证自己一定会抓住猪头人，推翻企鹅人的统治，然后再将那些黑警全部纠正过来。谁没有犯错呢？但重要的是要知道弥补。这时伤员似乎想到了一个地点。You're saying something right. I would bring justice to where there is justice no more. 戈登瞬间想到这指的是法院，而胡佛岛也确实有一个荒废已久的法院。戈登当即找了过去，果然在地上发现了不少血迹。然而这时猎头人也阴魂不散地跟了过来，戈登立马知道自己被跟踪了。下一秒周围警笛四起。颇具讽刺的是，警察和黑帮同一时刻犹如亲密的战友一般，一起抵达了现场。企鹅人下车后一脸高兴地向戈登打招呼。Hi, Jim. Thanks for leading the way. We'll take it from here. 见对方来者不善，哈维也只能摊手示意戈登就此作罢。在行动开始前，企鹅人甚至高调地喊来了个大媒体，将一切功劳全揽在了自己身上。这番举动也可以说无耻到了极点。然而在行动开始之前，戈登竟意外接到一个神秘人的来电。Yeah. Did you know I spell my name with a Y? I didn't. You want to meet me somewhere? We can talk about it? Please, Jim, I'm not that dumb.
戈登根本不明白这番话到底有什么含义，但从对方镇定自若的态度来看，显然这次警方的抓捕行动很可能无功而返，不然猪头人也不会亲自打电话过来告诫戈登最好不要踏进法院一步。细细推敲下来，这番话不仅让戈登汗毛耸立，原来警察的行动一直暴露在猪头人的眼皮子底下。就在这时，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句熟悉的话 You are one of the good ones, Jim. 戈登瞬间想到当初在救护车里的伤员也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急忙让手下去调查伤员现在的下落，这才得知原来真正的伤员早已经死亡。戈登立马明白，当时在救护车里的那个伤员就是猪头人本尊，而这个地点又是猪头人主动提供的，不可能没被设置陷阱。想到这里，戈登当即让哈维取消行动，然而却没有人相信戈登的话，企鹅人甚至当面嘲讽戈登是因为不甘心看着功劳被自己抢走而编出的谎话，就连老搭档哈维都站在了企鹅人一边。So tiresome. Start the operation. 随着企鹅人一声令下，警察和黑帮全都冲进了法院。他们很快在法院里找到了猪头人和一名人质。哈维眼疾手快，一枪将猪头人击倒在地。本以为救援行动就此结束，然而等他们过去时，发现人质不过是个玩偶，而被他们击中的猪头人才是被绑架的警察。现在哈维就算再傻也意识到他们中计。这时突然隐藏在周围的陷阱启动，一挺全自动机枪开始朝众人扫射。特殊的枪声传到外面，让众人心头隐隐升起一股不安。企鹅人当即下令让小弟进去支援，然而不曾想手下全是一群酒囊饭袋，听枪声也知道里面情况不妙，因此没有一个人愿意进去送死。最后还是戈登接过一把榴弹步枪冲了进去。此时在机枪凶猛的火力压制之下，哈维等人完全抬不起头来。猎头人本想摧毁机枪的遥控装置，可刚站起来就被一发子弹击倒在地。就在众人绝望之际，戈登突然冲了过来，他一发子弹完美命中，直接干爆了一挺机枪，为众人缓解了不少压力。其余警察趁此机会将受伤的人质救走，而猎头人虽是敌对势力，但戈登依旧没有选择见死不救。将最后一挺机枪解决后，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哈维和一众警察看着冒死冲进来救他们的戈登，心中也是愧疚不已。想不到猪头人只是略施小计，就几乎让整个警局全军覆没。同时这场变故也将企鹅人推到了风口浪尖，在无数媒体前他只能拼命甩锅。然而当戈登一出现，所有记者瞬间对企鹅人弃之敝履，全都朝戈登围了过去。显然他单枪匹马闯进去解救一众警察的事迹已经传开了，此时已经被当成了英雄顶礼膜拜。然而在面对记者的询问，戈登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字句铿锵地表示一定会将猪头人缉拿归案。强烈对比之下，企鹅人就宛如一个小丑一般。回到警局后，哈维也是发自内心地向戈登表达了歉意，显然经此一事，两人的感情已经恢复如初。